青藏高原，这个星球上最高的屋脊之地，野生动物们和人类共同生活在这里。长江、黄河，还有澜沧江，经由此处发源，涓涓细流汇聚成为亚洲最大的3条河流，为超过10亿的人类与难以计数的动植物提供生命之源。在这个平均海拔4000米的高原之上，我们这群记录者用了超过3年的时间，一直寻找拍摄生活在这片群山之间的神秘动物——雪豹。它们是青藏高原上的旗舰动物，出没于3000到5000米的雪线附近，处在青藏高原野生动物食物链的最顶端。据科学家统计，世界上尚存的雪豹数量仅仅在4500只至7300只左右。在这片孤寂的大地上，还有很多动物和雪豹共同生活在一起，它们是旷野中伴随我们人类的生灵。我们拍摄记录的故事发生在中国青海省的三江源地区。许多地方人迹罕至，但仍然有一些牧民生活其中。牧民们和雪豹共同生活在这里的山谷、高地、草原。我们的故事试图讲述这个世界上美丽的濒危物种和人类的关系，记录它们与当地的牧民、喇嘛之间共同面对的生存挑战。我们还记录了一群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们，他们正在这里研究和观察雪豹，探索保护动物和环境的方法。这是我们记录的第一个对象，生活在三江源年保玉泽地区的牧民索日一家。放牧随季节迁徙，逐水草而居，这是高原上游牧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2012年11月，大雪来得很早，也很突然，这让索日一家要做好提防牛羊被袭击的准备。因为在他家的后山，生活着一只母雪豹和他的2个孩子。每当冬季来临，食物短缺，母雪豹为了他的孩子养育，就会开始袭击索日一家的牛羊。雪豹拥有发达的犬齿，长度在4到5厘米，呈圆锥状，齿尖锐利，会对猎物造成的伤口极深。即使猎物逃脱了它的撕咬，也常常会在1、2天内因伤口感染而死去。雪豹会在整个冬季和索日一家发生冲突。
嘛，那个今年去当地的让的路大清楚，大路经历过。石头的地方它过来的湖，在下面来的湖，石头这里地方有的湖，阳下面这有海，这边过来的湖，在阳这边有的湖，它石头的地方造的湖，在这边它抓给了，抓的以后再可能这边它这个地方它吃了。有科学研究者发现，在雪豹捕食的对象中，岩羊占到了77%。但是，当岩羊的种群数量无法满足雪豹的食物需求时，乡邻牧民的牛羊就会成为它袭击的目标。当嘛还留的么那对面老这个绕路上就好，他那个山的对面的，对，这个大山就忙的这个。啊，但在那里忙啥的对面的人来这个大，我这时候大家看没个上街用个大人的。从2009年起，短短的4年时间，索日家的羊群从290多只减少到50多只，其中主要发生在冬季，平均每年损失60只羊。至2014年冬季，索日家已经剩下不到20只羊。这个叫周杰的喇嘛这几年一直在跟踪拍摄索日和雪豹的故事。他是一直见证这种变化的人。和其他喇嘛不同，他并不喜欢待在庙里，而更喜欢在旷野上奔波。周围的牧民赠予他一个特别的称呼——雪豹喇嘛。他们是经常我看那个雪豹检测，然后呢，那里有没有雪豹？你们的那个羊杀了没有？经常问这个吧。然后呢，经常问的时候，他们也名字没有问。然后呢，他们也认识的吧？然后，哎，雪豹喇嘛，雪豹喇嘛。如今，他已经是当地小有名气的摄影师。每次进山，他都会用相机拍摄到让人兴奋的动物照片。然而，每次让他最期待、最想拍摄到的动物，还是雪豹。他在2010年的冬天，就在索日加牧场拍摄到这样一段影像：母雪豹袭击了羊群，周杰的耐心等候让他有了收获。拍到这个场景时，作为喇嘛的他不忍心再拍摄下去，关掉了摄影机，赶走了雪豹。实际上，雪豹比人类更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科学家通过研究发现，440万年前就有了雪豹活动痕迹，而青藏高原是重要栖息地。大约280万年前，他们走出了青藏高原，散布于蒙古高原、中亚、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等地，与人类共享着大地赐予的生机。2012年的冬季来临，周杰决定再次拜访索日一家，寻找雪豹。那里是三江源群山的深处，海拔4500米，没有公路，没有手机信号，对讲机是唯一可能联系到索日的方式。喂，喂喂！哎，sorry，起码有俺跟着接人。哦，俺跟着接人，俺跟着接，啥了嘛？俺跟着接人，叫什么？哎，俺个龙多的有的，sorry，是这个的，sorry，上看不么多个。在高原的群山间，人类的声音淹没在大山的回声之中。这样的沟通持续了整整2天，周杰终于联络上了索日。他们来到山口，
等待索日前来接应。不是这样，完了。公路在这里到达尽头，前往雪豹的活动区域只能通过骑牛马过去。当索日带着驼牛和马匹到达的时候，周介终于可以开始他们寻找雪豹的旅程。刚好我到了他们没办法过去。他们寻找着雪豹，而雪豹此刻也许在某个岩石之上观察着人类。在距离周界1000公里外的青海玉树地区，23岁的斗秀家正在开车赶往他这次的目的地索家。斗秀家是我们记录的又一个人物。斗秀家并没有如家人所愿成为一个牧民，而是在2010年成为观察雪豹的一名科学助理。4个月前，他在索家的山谷中留下了2台红外触发相机。前面的路不那么好，你们慢慢过来。前面有冰，小心驾驶。冰雪覆盖的索家，夜间温度能够达到零下35度，开车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你就让他2档过来，不要1档过来，这样的话有容易陷，就2档直接冲过来。上次我们来的时候，还有些地方还没分好，直接冲过来了，有时候蹦，有时候蹦，直接就是一个线，就是直接冲。从海拔4000米到海拔4800米，这正是斗秀家寻找雪豹的区域。但是，在高海拔的旷野，即使是血氧饱和度超过90%的当地人，也随时有可能会出现高原反应。整个角度没法动了，然后我想跟你们说的时候，我声音发不出来，然后你们就我的眼前动作很小，就这么一点。后来从这里开始就慢慢又可以回到我自己的那种状态。雪豹的栖息地陡峭隐秘，人类很少来到这里，以至于人类对雪豹的生活习性知之甚少。斗秀家这次进山的任务是查看被放置在这些山谷中的红外触发相机是否捕捉到雪豹的影像。他也期待着能与雪豹相遇。科学家们研究雪豹，至今获得的雪豹照片超过3000张。通过这些照片，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雪豹有着较短的前肢，尾巴几乎可以达到它身体长度的75%至90%，以便于它们在山谷与悬崖上跳跃、攀爬。成年雪豹属于独居生物，幼崽通常会在1岁之后离开母亲独自生活。它们昼伏夜出，在晨昏时分行动最为活跃。平均每天最大的移动距离约为6.6公里。食物种类主要有岩羊、高原兔、旱獭等。仅仅是为科学家们提供红外影像，并不能满足斗秀家的愿望。他想亲眼见到雪豹，用自己的摄影机捕捉到这种罕见动物的影像。穿行在整个三江源，斗秀家依然坚持在寻找雪豹的踪迹。距离斗秀家1000公里外，周杰经过5个小时的跋涉，来到了索日一家的秋季牧场。这里海拔4500米。运气不错，刚扎完帐篷，他们就发现了异常的迹象。天空中开始有雾就盘旋。艳阳好，然后那家阳杀了的时候，高山尾就全部是天空上飞的，没办法下来的它。为什么？雪豹这里就这样蹬的时候，高山尾就下来，慢慢下来的时候，靠近。
知道他的那个情况，高升无忌知道，然后呢，天空上就这样，没有办法下来。距离索日牧场1000公里外的索家，窦秀家也有了新的发现。那是脚印还？如果是岩羊的话，它的脚是岩羊的脚比较，那是很小嘛，然后就一踏血就进去了。雪豹的比较平，所以没进去。但是把牙的那色地方，你看，还有这边有骨头，粪便。但是你去不的，那去不，但那偏你去就那去我打那人的家的，可是色地方那了看从正的。你看，就这种样子。但它这些都是他挖的坑，我从没看过这么多的痕迹。周姐一直没有什么进一步的发现，直到这一天的晚上，雪豹终于出现了。出去啊！眼睛怎么了？有雪豹，你看，我的头顶上面，你看它的眼睛，你看，哦，这个雪豹怎么了？那个追羊了，追羊了，是只羊。嗯，现在你看它的眼睛，好像杀了一个羊，这个是，对，你看它的眼睛，老在那儿，对，有的碰我这个，那人都是那着急吧？那你就对，那嘛是看这样的，还搞的没？可能它长了样吧。周姐决定再次上山，试着去找昨晚来访的那只雪豹。往上羊在全部这里，你看羊的粪便就这里，你看。然后呢，就这边的你看见了吗？往上看见了。它的眼睛，我就这里追过来的，那个雪豹这里过来的，羊在全部这里，然后呢，羊跑到这里，追到这里去了。就在周姐他们遭遇了雪豹夜袭之后，窦秀家也有了更多的发现。这次是一只岩羊的尸体。找它的伤口呢？能看出多大？10岁、11岁半，一般动物杀不了它。这是肯定是雪豹杀的。你看，主要是狼或者这样杀的，狼杀的话，主要是它的那个屁股，因为它追的时候有屁股。但是雪豹的话，它特别牛，你看都在这个后面，或者是野羊从这边过来的话，它都在这儿，然后一出现就是要上这个豹子，就这种。你看，豹吃它的时候会怎么吃啊？豹吃它喝血吗？第一次它是什么动物都杀的时候，把它的血喝掉，然后才吃它的尸体。所以它第一开始。窦秀家没有想到，在这次探险的第一天，就有了看到雪豹的机会。在距离岩羊尸体不到20米的地方，有一台红外触发相机。那里还有雪豹的炮坑，肯定拍得到。等一会儿，你把卡取上，不通用吧？相机出现了故障，可能错过了拍摄雪豹精彩的捕猎。但有没有收获，只有等回到营地查看相机后，才能真正确定。哎呀，就一个屁股一把，屁股的有一把。你看，还拖呢，还在那边。两个吗？啊，俩这儿还有一个呢。由于红外触发相机出了故障，这次拍摄到的画面大多模糊不清。3只，但这些画面依然让大家足够兴奋。如果这些都是拍的很好的，还是3只。哇塞，他看着我。在这段唯一保留下来的影像中，我们只能看见一只雪豹的眼睛，在它的身后是另一只雪豹的背影。看，这里一个雪豹在带那个户外摄像机，这边一个雪豹在杀了野羊之后再吃。守着呢。那天是下雪的，我们估计闻一下是那天是下雪的。虽然这一次红外触发相机拍摄的并不是很成功，但在此之前，他们也有过惊喜的收获。
这是个夜晚，这只雪豹发现了一具已经流失掉不少水分的藏野驴尸体。对于饥饿中的雪豹，这是一顿难得的大餐。因皮肉干硬，这次进食比以往需要更多的时间和体力。所以，当这只雪豹吃累的时候，它就会在食物旁边休息一阵。夜晚中，雪豹也会一直很警惕周围的动静，这对于它的进食速度会产生影响。它需要提防棕熊和野狼，像这样的食物，每个猎食者都会来抢夺。然而，在高原的另一处，牧民索日并不希望见到雪豹。索日一家的生计全靠牛羊支撑。如果雪豹频繁袭击牛羊，那么挨饿的就会是他的孩子。当索日拿着猎枪与他的邻居雪豹相遇时，他却并没有选择开枪。这个地方的我走的以后，它里面下面我走了它3个有。我们朋友的大说了，不打，不好意思，我们是有嘎娃，他妈妈死的以后在嘎娃吃啥子也不得钱。我们自己吃的以后，他有像这种小的人，他2个又做不到的，哪里去的不晓得啊。这不好意思，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是人，他们是就说的不得像么的，他想是一样的想的，就是我说了。今天，在这个高原之上，牧民与他们相邻的雪豹都在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如何让他们的孩子在这片草原上安全和健康的生存、成长。还在索迦地区寻找雪豹的斗秀家，这一次，他终于拍摄到了雪豹。我爬到那个石点上，然后看到雪豹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赶快过来，有雪豹。”他说在哪儿？我说就在那儿，就在你对面。他怎么看也看不见。然后那2只雪豹动了一下，他就看到了。斗秀家拍摄到的是2只幼年雪豹。小雪豹1个月时吃奶，3个月的时候就可以跟着母亲学习捕猎技巧。1岁以后，就离开母亲，独自面对生活。我觉得是碰运气吧。当地人在这边平常待在这边的，但是他们也在1年当中很少看见，就是1次，最多是2次。在这次探险的最后几天，斗秀家依然没有停止他的寻找。而冬季即将过去，斗秀家也将结束这次探索。他攀登的亘古不变的山峰，让他学会用足够的耐心去等待，等待再一次与雪豹相遇的那天。雪豹的故事还在继续发生。位于青藏高原的3江源自然保护区，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源头。这3条河流养育了下游10亿多人口。这里被科学家们称之为全球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为突出的地区，是野生动物的乐园。超过400种动物在这里生存繁衍。它们之中有一个被当地人誉为雪山之神的动物，这就是雪豹。2013年，中国青海省年保玉泽的湖边，有2位顶尖的科学家正在携手合作，展开对雪豹的研究和保护。
That rock with the prayer flag, that's the sacred rock for Golok people. 吕植，北京大学生物学教授，也是非政府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发起人。This side, but we also go into side valleys to check on the science. Is there enough time to do that? They said they'd go the same day. This sharp 三 rock. 江源的生态保护是他目前最主要的课题之一。我们通常在保护上面，我们要寻找这种叫做旗舰物种，就是它像一个标志，像一个旗帜一样，能够呵护后面它的栖息地、它的食物、它的这个生存环境都能够得到，因为这个物种受关注得到保护，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生态系统都得到保护。13 countries in Asia that have snow leopards, but China has over half of them. And so it has a special duty to protect this precious animal. 来自美国著名野生动物学家乔治·夏勒，40多年来一直在世界各地寻觅雪豹的踪迹。也许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夏勒博士更了解雪豹。No. The snow leopard-like rock that hanging over. So he walk along, stop, and then rub his cheek, then turn around and squirt urine there. You do it? Can you do it? And that smell very good. So another snow leopard come, and other snow leopard know who was there and how long ago. 上面那些也是雪豹的更好的栖息地，其实就是靠近岩石那块。岩羊一般会，它走的也是岩羊的路径，其他动物的路径，很多动物都会在这种地方来。我们把这个地方叫做公示牌、公告牌。雪豹行踪隐蔽，它活动的栖息地陡峭险峻，人们难以攀爬。直到今天，人们对雪豹生存状态所知甚少。对野生动物学家来说，研究雪豹是一条艰难的搜寻之路。如果能看见雪豹，那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可能不一定能看见雪豹。Lucky. 雪豹的英文名叫 Snow Leopard， 意思是雪中的花豹。雪豹的得名是因为它活动在雪线之上，人迹罕至的山崖之上，这是它难以被发现的原因。海拔4600米的青海玉树州索嘉乡，位于长江源头沱沱河上游。2012年冬，夏勒博士来到这个冰雪覆盖的高原，这里将是他在中国寻找雪豹之路的又一个起点。在过去的几十年间，由于栖息地退化、食物减少、偷猎或者报复性捕杀等各种原因，中国的雪豹生活环境正在变化之中。在甘肃、内蒙等地，雪豹已经十分稀少。青藏高原将会是雪豹最后的栖息地吗？夏勒一行此行的目的就是要弄清雪豹在青藏高原的种群数量和分布，为雪豹保护提出可行的计划。
夏勒博士沿用着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就是和野生动物生活在共同的野生环境里。他的田野调查日记每天都在增加新的感受与发现。March 18, 2012. After about a 5-hour drive from the town of Zedo over a terrible road, we reached the turnoff to the monastery. 2 monks are there, Sangye and a young monk, Chumei Tashi. They clear a room for Tristan and me. It has no light but a stove. We get settled. It is cold and my fingertips are icy. March 25th, 2012. Then cloud and icy wind. Coffee, a small bowl of tsampa for breakfast. At 9 o'clock, I set off with Liu Yanlin to check trap number 8. Others will reset closed traps and check the rest of the traps. 在8号观测点附近，夏勒一行人发现了一具岩羊的尸体。岩羊是雪豹的主要食物，是它70%的食物来源。一头死去的岩羊，也许能告诉我们很多信息。Well, the sun hasn't melted this out much. The blue sheep jumped and tried to shake the snow leopard off, and it went through the hard snow, and then they struggled on till the snow leopard won right here. The snow leopard 他们决定在这里安置红外触发相机，作为又一个雪豹监测点。目前为止，红外触发相机仍然是科学家观察和记录野生动物的最佳手段。夏勒博士和他随行的伙伴的计划，在雪豹可能经过的路线上，共布设20多台红外触发相机，用以记录、发现雪豹的身影。The camera blends in beautifully with the rocks. It responds to movement at speed of at least 1 a second. So anything that cuts in front of the camera, whether a mouse, a bird, or a snow leopard, has its picture taken. And it's a wonderful invention because you learn a lot without disturbing the animals. 用红外触发相机监测野生动物是一种调查野生动物的方法，尤其适用于观测大中型野生兽类，像雪豹和岩羊等。即使体型较小的鸟类也能被监测到。红外触发相机可以进行物种鉴别，在不同的栖息地、不同的气候下，可以24小时持续工作。科学家们喜欢它，也是因为在不打扰野生动物们的前提下，红外触发相机可以安静地去记录野生动物们野外的生活。You know, why does one study something? You can't do a good study on something unless you like the animal, you like to see it. Your emotions, your heart are involved. Well, why do I like mountains? 夏勒博士的发现不仅仅只限于青藏高原的动物们，在半个世纪的生涯里，夏勒走遍了全球的高山和草原，从非洲到阿拉斯加，从南美高原到东南亚高山森林，他关注着非洲草原的狮子、山地大猩猩、孟加拉虎。1978年，他首次来到巴基斯坦，当时他正开始研究雪豹的生存状况。When I wander around the mountains of Central Asia,
whether in China, Nepal, or India, Tajikistan, Mongolia. Yes, I watched the blue sheep and other wildlife, but in the back of my mind is always, am I lucky enough to see a snow leopard somewhere? The first experience I had with snow leopard was in Pakistan, in the Hindu Kush mountains. In a little valley, there was a female, and she had 2 cubs in a rocky cleft. And I walked slowly toward her, and she hid behind a rock, only the top of her head showing, but she didn't run away. 于是，夏勒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下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与雪豹相遇的珍贵影像。I slept there for the night. In the morning I left. In the afternoon I brought some more meat. And I spent nearly a week with her, observing her very peacefully. And she obviously realized I was no danger. But then one night there was a snowstorm, and then she and the cubs were gone, and I don't know where. But it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to be sleeping near this beautiful cat in peace and quiet, each doing their activity. 在未来的许多个世纪中，那些山峰仍然会伫立在这寂寥的风景里。但当最后一只雪豹在峭壁间消失时，一簇生命的火花将随之而逝，山峰也将变成沉默的石头。乔治·夏勒在1977年写下这段话。You get to travel around with George, like we have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It is quite a privilege, and it's an educational experience. It's sort of attending the University of George Schaller, and every day you learn something. Every conversation you learn something. 夏勒博士对于中国的野生动物和研究和保护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动力的源泉。就它实际上它激励了很多人，包括像吕朱教授，包括像我们这样小的一代，都是受他的鼓舞来走上研究和保护的道路的。夏勒博士是最早来中国研究熊猫的外国科学家，1980年他就来了。那我的老师潘文石呢，是跟夏勒博士一块儿做这个研究的。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就认识了夏勒博士，学习了很多东西。其实学的不光是说怎么做研究哈，而是我们关心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关心这些问题？作为一个科学家来说，有什么样的责任？实际上，这是可能对我影响更大的一面。在和夏勒博士共同研究雪豹的过程中，吕植发现，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系统正面临越来越大的环境压力。为了保护雪豹和它的栖息地，2007年，吕植发起成立了北京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希望在中国西部乡村展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调查与实践。2012年春，青藏高原依然是一片冰天雪地。夏勒和同事们已经在这里待了3个多月，他们依然在等待着雪豹的出现。March 24, 2012. At 8 o'clock, there's a knock on my door. And I'm told trap number 7, just across from the monastery where you're staying, shows
that it惊喜的发现出现在红外触发相机的记录中。当夜幕降临，动物的派对开始了。红外触发相机先后捕捉到的影像显示，岩羊、狐狸、狼、棕熊相继在此出没。最后，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回报。雪豹清晰地出现在了这个镜头里。在雪豹经过的山脊，沿着雪豹留下的脚印，夏勒博士有了更多的发现。Oh, here's a beautiful snow leopard track. It's a gorgeous animal with a 1 meter long tail and a 1 meter long body, weighing 36 kilos, and he patrols this area. I think he likes to call it his own. 作为整个中亚和青藏高原的顶级食肉动物之一，雪豹是地区生物多样性的旗舰物种，其生存状态可以反映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好坏。They found all these animals passing by. You have wolves coming by and stopping at the scent post. You have big brown bear walking by at the scent post and rubbing themselves. You have 2 kinds of foxes. 根据拍摄到的不同影像，对每只雪豹斑点的形状、大小等特征进行个体识别，建立模型，就可以估计出雪豹的种群数量。科学家们的研究小组发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内，大约3.8万平方公里是雪豹的主要栖息地。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把中国雪豹的它的典型的栖息地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已经非常清楚的了解，所以可以在地图上用遥感的办法把这些地方都识别出来，那么来看一下，那么雪豹栖息地都有多大在中国。那么看起来呢，在全世界，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呢，中国确实是一个主要的雪豹栖息地，60%以上的雪豹在中国，雪豹栖息地在中国，而中国的雪豹栖息地呢，目前我们跟保护区来叠加一下看，发现说保护区实际上只保护了不到25%的，不到1/4的雪豹栖息地，不可能把所有的地方都变成保护区，不让老百姓生活，对吧？那么很关键的一点就是，看来对保护雪豹来说，就是要让社区来参与保护，当地老百姓来参与保护。Well, we are a whole team here, and we take a look to see how many tracks we find. We interview local people, how much problem they have with bear and wolves and snow leopard. Or we look and see how many blue sheep do we see on the hills feeding a white-lipped deer. And so we look at several valleys and then decide what would be a good research subject or what would be a good conservation subject working with the local communities. 此后，越来越多的牧民参与进来，共同为自己家园的环境保护
做着努力。这个博是最美的水源呢。对，你看这个水神，这个黑颜色像青蛙一样，这是水神。然后下面是东南西北，代表龙王的意思。所以我们过来的话，都对它表示尊敬。那个源头放了这样的标志，我们老百姓一看就知道说这是需要保护的。来自山间的清泉，是三江源最洁净的源头，也是吕植和夏乐博士下一段旅程的起点。保护的成效能让千百个人受益哈，是下游的上亿的人受益，而受益的人又反过来回馈支持这些老百姓的生活，形成一个这样的良性的循环。我们现在试图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很小很小，但是如果成功，社会的价值观也许会因此做一点点调整。Well, I've certainly noticed that I climb more slowly than a few years ago, but if I can do something useful, whatever country, to help society in some way, then I will continue. If I can't do anything useful, why bother? 为了进一步增加牧民的保护意识，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发起了一个活动，培训生活在当地的人们学习使用摄影机，拍摄记录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故事。通过这个活动，科学家们希望能让生活在这里的牧民喇嘛们更多地投入到保护雪豹的行动中来。这个活动被称作乡村之眼。雪豹的保护和研究不再只是科学家们的事情，每一个生活在这个星球上的人们，也许都需要站出来，保护这种可爱的动物。当最后一只雪豹在峭壁间消失，一簇生命的火花将随之而逝，山峰也将变成沉默的石头。乔治·夏勒，让我们想象一个草原的牧民，他慢慢睡着，时间从他的身边流走。100年过去了，100年后，等他再次醒来，他会看到这片高原上是一个怎样的世界，那会有怎样的不同，还会有雪豹的踪影。位于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的白玉乡，牦牛和羊群正在年保玉泽神山脚下寻找食物。印度洋季风刮来的云层正越积越厚。牧民兰泽趁着下雨前的一刻，拍摄他喜欢的小动物——草原上随处可见的萌物鼠兔。鼠兔酷似老鼠，却是名副其实的兔子的一种。青藏高原是世界上鼠兔种类最多的地方，有多达14种鼠兔生活在这里，是雪豹喜爱的食物之一。兰泽还拍摄到了只有在青藏高原才可以见到的喜马拉雅旱獭。喜马拉雅旱獭也是雪豹的食物。在我们之前用红外触发相机记录的画面里，有一段雪豹吃这种旱獭的影像。喜马拉雅旱獭
其藏名叫奇蛙，是青藏高原体型最大的啮齿动物，所以成为了雪豹最爱吃的食物之一。雪豹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会细嚼慢咽，慢慢咀嚼食物。这只旱獭让雪豹享用了近4个小时。小雪豹会在一旁等待着母亲进食完毕，才可以享用这顿美餐。它们在进食的过程中，也是在学习捕猎技巧，不断咀嚼、撕扯，会增加咬合力量。当小雪豹长大后，它们就可以独自捕猎了。自从学会了摄像，兰泽发现周围世界开始变得不同。将小小的生命拍摄到镜头里，似乎它们又拥有了完全不同的存在方式。季风带来的阵雨遍布在草原上，神山和圣湖忽然转换成另外一种景致。雨过天晴，一切又恢复了生气。在圣湖的另一边，牧民勒旺正在实验他新买的摄像机，这是他的祖辈们从未体验过的观看方式。勒旺发现了自己除了牧民身份之外的另外一个可能性，一个摄影师或者导演。现在这里的牧民越来越多的人拿起了摄影机，是因为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这里发起了一个叫乡村之眼的活动，培训他们用摄影机拍摄自己的生活，唤起他们对生存环境的思考。让老百姓来做保护，把这个地方的老百姓全部变成做保护，他的保护成为这里跟放牧一样，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牧民兰泽、勒旺，还有周杰喇嘛和斗秀家等人，就是乡村之眼的学员。几天的学习时间，学员们将学会摄影、电脑剪辑，以及一项新的挑战——拍摄罕见的雪豹。你们拿摄像机的这些摄影师的话，首先得要对你的那个机器也要特别了解。你要想拍东西的时候，不是说你从这个摄像机包里拿出这机器有多快，而是你对这机器有多了解。就是在你看见，比如你要拍动物的时候，因为动物可能它的跑得很快嘛，你先要一个全景，你不要先上去就拍它的特写，你先有一个全景。然后你观察它会往哪个方向去走的时候，你再慢慢的再去。通过这样的一个全景的图的话，其实你可以知道你要拍摄的东西在什么样一个位置。其实我们就拍一个片子的话，我们就是从不同的一些细节来入手来拍。实际上，你关于雪豹的东西，它不一定只是在冬天发生的。这个草场是雪豹和牧民共同生存的场景，而不是说可能只是简单的只是拍雪豹。我想它一定是讲关于草原和关于人和动物的故事。实际上，它最后一定会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谁来保护这片草原？我觉得真正保护草原的人可能是当地人，是藏民，是牧人。我觉得对于在座的所有拿摄影机的人，最终一定要搞清楚，是你有想表达的欲望，就是我想说，我想把我的事情或我看到的事情，我拍到的东西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找准了，拍摄到的东西就是准确的，就是一定可以感动自己和感动别人的。有了专业纪录片团队的指导，牧民与喇嘛纷纷走上了拍摄自己身边故事的道路。寺庙喇嘛修炼之余的一场篮球赛，也是一次摄影实践的机会。乡村之眼的学员们
正在努力学习拍摄技巧。你拍就一直拍着，不要拍一会儿，拍2秒又停掉，拍2秒又停掉。我们主要是针对一个本身乡村志愿大的一个目标的设计，是针对西部乡村的这些当地人，给他们提供这个摄影的这些影像的拍摄的和制作的这些能力，让他们通过影像来表达出来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和自己乡村的一些环境的一些看法。动物它是说不出话来的，它只能用动物的表达方式。一个雪豹可以去理解另外一个雪豹，但是雪豹很难理解人。那么当地的藏民用他的摄像机去对准雪豹的时候，雪豹会做什么反应呢？他创造了一个超语言的一个表达环境，就是拿摄像机的牧民，它是一个行动。那么雪豹看见摄像机，它也会有另外一个行动，这2个行动之间会产生一种呼应的。因为牧民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去拍雪豹的时候，我们跟雪豹之间是没有感情的，但是当地的牧民跟雪豹之间是有感情的。当地的牧民比我们更了解雪豹的习性，他们知道雪豹很少在白天出来活动，一般是晨昏、傍晚才会出现，这又是雪豹难以被人发现的原因之一。雪豹在科学上的分类是属于食肉目猫科雪豹属，和其他豹子一样，都是大型食肉动物。从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雪豹画面可以看到，雪豹不但不比其他种类的豹子小，为了适应高寒环境，还进化出了厚厚的皮毛、发达的胸腔、又粗又长的大尾巴。灰白的毛色与当地的山石和雪融为一体，很难被人类的眼睛发现。所以当地人知道，拍摄雪豹的任务是很艰巨的。牧民乐旺已经出发寻找雪豹了。他来到高山草甸，因为他曾经在这片区域亲眼目睹过雪豹的身影。简单个사던데 딜롱아디 나탄득 더더그 첸키와 차가스타니 답식식이 냠버스그 식식을 거라송런들고 던디미 쇼크데 비처런디 다야티 쇼캉즈 코노 딜롱아디 농 Lighten up, take me on your magic river. Tell me all your dreams align. Sign me up and tell me about the people that you know who are trying to feel alive. So honey, if you need to cry, just come share my pillow and rain, rain, go away. I wanna hear about everything you're ever thinking. You know that I can take the truth. Tani bzongi lam hajirnare tani ngana mayonare. 寒冷的早晨，牧民兰泽的妻子正在捡牛粪。 나토랭거디 나토가르트니가 랭겨 그래. 兰泽正在把选好的几头牦牛拴起来，等待着牛贩来收购。兰泽的雪豹拍摄工作迟迟没有开始，他正在犹豫是否要把牛羊全部卖掉，和妻子搬到山下的镇子上去生活。
如果搬到镇上，就意味着他没有机会到这里拍摄动物，也就是放弃了拍摄雪豹的任务。속송코노 시기 마늘 있다면 지금 곰바도 좀 자기 지금 regular 얘기 때가 아직 시통다 팀이 맞추고 되잖아. 시기 시작하는 다가 제 아약 통해 거는 다 팀이 자지 그래도 당상 근용을 해야다. 인로양 창소고 인득처럼 알아서 팀이 좀 거는 시기 마늘 때가 다 점타 자자자는 冬季是最容易看到雪豹的季节，但是面临着选择，兰泽很犹豫不决。他不是一个喜欢变化的人，但是世界正在不断的变化之中。3个月之后，乡村之眼的成员周杰最先有了可喜的收获，他终于拍摄到了雪豹。怎么了？你说什么？拍到了雪豹的照片，没有实拍。真的拍到了，大大，中国的山巅上碰到雪豹了。在什么地方啊？哦，这家，这个山巅上。这里的，这个，哎，这个地方。是，我要到这个地方了。看，那里，你给我。你看它的尾巴。我最常见的一个动作，看的时候有一个动物，然后呢，我马上就那个石板上放的，跟到这里来，跟到有雪豹，等一下，它不听了，然后呢，声音大一点，跟到有雪豹也听见了，然后呢，看起来雪豹马上就回去了，然后呢，照片拍了，没有办法视频了。啊，到我们这口门在换了，多不行了，对，懂吗？你来什么的，那干嘛去的？雪豹，这这样可以可个，得。这大经济那个那个。哦。照片中的雪豹有一双惶恐而警惕的眼睛，也许还有些愤怒。牧民兰泽已经搬到了城里，在镇上开了一个服装店。店里面卖一些他批发来的羊毛衫、牛仔裤，还有皮靴。那俺村的那从康的地米家打的嘛是，对吧？你这个家个地不从康的那今年打的，对你来那就康啥的你从康的这些，对这个打这个那你去了嘛来就多打你。似乎他是不会回到牧区，不会再拍摄动物了。对雪豹的拍摄也只能宣告结束了。循着雪豹活动的路线，勒旺来到年保玉泽神山下的仙女湖，他也曾经是这里雪山观察站的志愿者。강어를 살리는 조는 나 냠보에 제가 강어른데 말아시 두라요 오늘도 야라 차 두라요 오늘 로로 자기 뜨적 그다니 송도 강어른도 로르지면다 말아시 당나 니 냥바르게 장롱 그서 니 살릴까 다 베커지구나 난다즈 그 강어르지지리 다니마 로그니 선도 강어를 하지 말해도다 살릴까다 정말그 상상하는 걸로 在湖边，勒旺又一次被眼前的情景刺痛了。湖边到处散落着游客和信徒留下的垃圾。圣湖是藏民心目中神明居住的地方，但是布满这里的垃圾正在把神圣的地方污染。勒旺做出了他的决定，他要暂时放下雪豹，拍摄一部关于垃圾的纪录片。垃圾来源于生活方式，而勒旺希望通过拍摄来反思牧民现在的生活方式。印度洋的季风带来暖湿的气流，气温上升，万物苏醒，夏天来了。草原
迎来了1年中最好的季节。1年1度的家庭聚会开始了。在这个季节，辛苦了1年的牧民们跟他们的家族相约，一起在草原上搭起帐篷，闲话家常，享受几天的轻松时光。少年们传习祖辈流传下来的角力游戏。在草原上生活，力量和智慧是不可缺少的生存要素。传统的宴席正等待着人们的享用。某个时刻，你可以感受到永恒与当下之间的美妙关系。午饭开始了，美食来源于草原的馈赠——牦牛肉。但不同于以往，餐具发生了变化。和在城镇生活的人们一样，藏民们现在也是使用一次性杯子和塑料碗筷。饭后的闲暇，年长的牧民讲着他们与雪豹相遇的故事。在他们的前方，年宝玉泽神山上出没着传说中的雪豹。在水草肥美的夏日，雪豹有着丰富的食物源。这段日子，或许也是他们的悠闲时光。兰泽最终改变了他的决定，并没有搬回到镇子里，而是保留了一部分的牦牛，过起了一半放牧、一半开店的生活。这样，他又可以回到他熟悉的草原了。兰泽回到乡村之眼的成员里，他没有再犹豫，立即开始了拍摄。这一次他拍摄的内容很特别，牛粪。在藏民心目中，牛粪是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宝贝。牛粪囤积起来，晒干后垒成精美的围墙，可以为牦牛防风挡雨。将牛粪加水变湿，再重新塑形，它就成了建筑材料，能做冰柜、做狗窝等几乎所有的建筑。兰泽的弟弟将牛粪研磨成粉，治疗马的眼疾。影片的结尾，兰泽用牛粪告诉了我们一个藏民世界的生命观：牦牛粪又转变回牦牛，成为孩子们嬉戏的玩具。众生、万物都是在轮回与转化之中。这是对西藏的生活与文化完美的展现与记录。半年后，乡村之眼的活动仍在继续。和吕植教授和夏博士站在一起的，就是乡村之眼新成员当文。1个星期前，当文匪夷所思地捕捉到了雪豹一家3口捕食的影像。通过当文的影像，我们更加确认，雪豹的前肢长，后肢短，粗壮的尾巴用来平衡身体，便于在陡峭的山崖上纵横跳跃。一个雪豹母亲，还有她的2个孩子，正在捕捉一只喜马拉雅旱獭。当文所拍摄到的影像虽然非常珍贵，但是最多是能证明
科学家所有对雪豹的科学信息是正确的。研究雪豹仅限于红外触发相机和当地牧民所提供的有限影像资料。如果想再进一步了解这种高原上罕见的生灵，对于科学家们来说，还有很多挑战。科学家们知道，乡村之眼活动能坚持下去，是得到了当地牧民与喇嘛的支持。保护环境和对雪豹的研究，当地人是最重要的力量之一。像雪豹这样的一个象征，它叫旗舰物种，把它给保护下来呢，它实际上这一批跟着它的动物、植物、人，包括文化，实际上都能够受益。2014年的冬天，乡村之眼成员索日用摄影机拍下了这段影像。雪豹再一次咬死了他家的羊。面对着这个从未见过的机器，雪豹慢慢地退回了自己的领地。在他们的家园，雪豹、牧民、喇嘛、科学家们正在面临新的挑战与未来。